官司缠身的乱港头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周五被香港法院判处监禁14个月，另有多宗官司缠身，等待审判。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又在此时急不可耐跳出来，声称和黎智英之流站在一起。香港媒体报道称，黎智英可在监狱中工作赚钱买零食。有媒体发文称，谁和境外乱港势力站在一起，谁就倒霉。据香港媒体报道，单独囚禁的黎智英下星期会听取惩教人员讲解监狱规例及工作安排等。由于黎已73岁，惩教院所一般会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给他，如贴信封等，每周工资约50港元，约合42元人民币，可按取得的工资购买零食及日用品，包括收音机等。据报道，根据香港法例第234A 章监狱规则第38条有关囚犯工作的规定，安排囚犯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协助他们建立一个作息有序的生活模式，过有纪律及秩序的院所生活。因此，他们每日最少工作6小时，或不多于10小时。完成工作后可获薪金，用作狱内购买小食、香烟及日用品等。换言之，黎智英在狱中工作可赚取薪金买零食。每名囚犯的家人可在探访时将规定数量及合乎规格的用品交予惩教署职员，例如圆珠笔、练习簿、报刊、书籍、内裤等，但不能给予零食。另外，他每日可以有1小时的放风时间到户外地方走动。此前，香港媒体曾报道称，以往黎智英亲友每日到赤柱监狱探监的情景将成为过往云烟，因为被判刑的人每月只能被2次探访，每月可额外申请多1次，每次探访限时30分钟，且不得超过3名探访者，包括婴儿及儿童。对于黎智英等乱港分子被依法判刑，西方一些政客又开始跳出来演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发表声明表示，他会和黎智英等人站在一起，并妄称香港法院对黎智英等人的判刑不可接受，还扬言要香港法院放人。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称，继续与香港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外长加尔诺也趁机大放厥词。欧盟驻华代表团有关发言人还称，影响了中欧关系。对此，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严正指出，这是对特区法治及国际法治的双重亵渎与践踏。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关人员因组织参与未经批准的非法集结被判刑，事实依据充分，程序完全合法，判决依法公开。一些外国干预势力一再践踏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意插手香港事务与中国内政，充分暴露出其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中国驻欧盟使团和驻加拿大使馆等也对相关国家的涉港言论进行了驳斥。这些呢，其实是反映了现在在全球治理当中呢，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呢，它并不能负担起真正的民主的、法治的、公正的责任。有关的被告人呢，在相应的案件当中呢，已经享有了正当程序的保障，并且依据香港司法制度，对判决结果不服，仍然可以上诉。在更高一级的审判当中呢，来重新审视有关的法律问题跟证据问题。那这些呢，属于香港法治的内部事务。环球时报周日发社评认为，美国宣称和谁站在一起，谁就要倒霉。美国所谓的站在一起，实际上是美一直并将继续与香港的敌人站在一起，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进行粗暴干涉。所幸，香港不是美西方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中央和所有爱国爱港人士也不可能任由乱港分子糟蹋香港。美国动不动就宣称和谁站在一起，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要对方与美国站在一起，帮助对抗华盛顿不喜欢的政权，为美国利益充当炮灰。不知道蹲在监狱里的黎智英和李柱铭能否想明白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2名欧盟外交官表示，匈牙利拦下了欧盟一份批评香港新法律的声明。欧盟原本预计下周1在外长会上发表这一声明，但未能获得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一名欧盟官员证实，该声明已从欧盟审议程序中撤销。欧盟内部的这个政治分裂以及道德分歧呢，反映了西方阵营内部整体性的这样一个分歧。分歧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来，美国所策动的对华新冷战的统一战线呢，实际上不是铁板一块。
随着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更加坚定地采取国家法律行动去稳定秩序，以及香港作为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继续充当中国与全球市场互动的关键枢纽跟平台。那欧盟内部反对的声音，我相信会越来越大。甚至呢会有一种声音去检讨美欧关系是否正常，欧盟是否有自己自主的外交政策跟立场。